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为什么你是属兔的，然后你朋友可能是属龙的？十二生肖这个说法，我们真是从小听到大，感觉再熟悉不过了。但它背后那些故事啊、逻辑啊，可能比我们想的要复杂，也更有意思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根据一篇关于民俗文化的研究文章，叫《十二生肖民俗与生活哲学》，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。咱们的目标不光是知道自己属啥，对吧？而是想挖深一点，看看它的起源、排序到底怎么回事儿，还有里面藏着的那些生活智慧，看看它现在还怎么影响我们。没错，十二生肖这个东西啊，它的渗透力就是非常强，不光是日历上印着，它其实活在我们的语言里、习俗里，甚至就是人跟人打交道都可能提到。就像你说，太熟悉了，熟悉到我们可能反而不太去想它为什么是这样。所以今天聊这个挺好的，咱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，比如说这12种动物它是怎么选出来的，顺序有什么讲究？那个赛跑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，但还有没有别的原因？这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？好啊，那咱们就从最直观的开始，就是到底是哪12种动物？我记得有个顺口溜，子鼠、丑牛、寅虎、卯兔，后面是辰龙、巳蛇、午马、未羊、申猴、酉鸡、戌狗、亥猪。这个名单你看，家养的、野生的，甚至还有神话里的龙，挺杂的。对，这个组合确实挺值得琢磨的。你看，它有对古人最重要的6畜，就是牛、马、羊、鸡、狗、猪，也有山里野外的，像鼠、虎、兔、蛇、猴，然后再加上一个精神象征龙，这本身就说明它的来源呢，很可能跟古人的生活环境还有他们的认知体系是连在一起的。至于这个排序嘛，可不是随便排的。对对，这个我特别好奇，为什么老鼠能排第一？它那么小，龙那么厉害，怎么排到第5去了？这个里面啊，主要涉及到2个关键点。首先，每一个生肖它都准准地对应着古代祭使用的那个12地支，子、丑、寅、卯，一直到亥。子就是鼠，丑就是牛，这么一一对应着。哦，所以生肖的顺序其实是跟着地支的顺序定的。对，可以这么说，地支顺序是固定的，生肖跟它一对上，顺序自然就定了。但是还有更深一层，就是古人为什么要把某种动物和某个地支的时辰给配对起来？据说啊，这跟他们观察到的动物习性和一天里特定时辰的联系有关。哦，听起来像是古人的生物钟观察学问。哈哈，有点那个意思。比方说子时，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，古人觉得这会儿是老鼠活动最猖獗的时候，所以叫子鼠。然后丑时，凌晨1点到3点，是牛慢悠悠反刍的时候，所以是丑牛。寅时，凌晨3点到5点，说是老虎开始下山找吃的最凶猛的时候，所以是寅虎。你看，这个体系就把动物习性、时间还有纪年方法很巧妙的结合到一起了。哇，这么一说，这个排序就不只是个名单了，它是古人观察自然、理解时间的一种方式。但这就带出下一个问题了，为什么偏偏是这12种动物呢？比如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的猫，为什么没在里面？猫的问题确实是个经典问题，很多人问。现在最普遍接受的解释，主要是个时间差的问题。12生肖这个概念，它的基本框架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，甚至可能更早。但是猫，特别是家猫作为宠物，一般认为是要到东汉时期才从外面传入中国的。等到猫在中国普遍起来的时候，12生肖这个名单早就定下来了，已经就是深入人心了。所以简单说，猫是来晚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错过了报名截止时间，哈哈。那关于这12种动物，它们为什么能最终入选呢？
除了刚才说的跟时辰的联系，还有别的说法吗？感觉光靠活动时间来选好像也不太够。对，这就涉及到起源的另外两种，主要的解释了。一种是流传最广也最有意思的，就是那个动物赛跑的传说。这个故事估计你也听过，就是说玉皇大帝要选12生肖，然后搞了个渡河比赛。好像听过，是不是老鼠特别狡猾，搭了牛的顺风船，最后还抢了第一名吗？故事里就是这么讲的，说老鼠啊就趴在那个勤勤恳恳的牛背上，快到终点的时候，它噌一下跳下来抢了第一。牛呢虽然有点冤，但靠着自己的力气还是排了第二。老虎速度快，第三。兔子靠蹦蹦跳跳过的河，第四。至于龙，传说里说他因为中途跑去帮老百姓降雨救灾，给耽误了，这也体现了他的责任感嘛，所以排在了第5。这个传说确实让排序变得很有故事性，而且每个动物的性格也一下子就鲜明起来了。像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，估计也是在比赛里各有各的故事，才排定了位势。这个故事的好处在于，它用一种特别生动、容易记的方式解释了排序，这对12生肖文化的传播作用非常大。但我们也要明白，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，民间为了解释现象而编出来的故事。还有一种解释可能更贴近现实，就是认为这12种动物的选择是扎根在古人的生活需求和环境认知里的。这个听起来更社会学一点儿。对，可以这么理解。你想想，6畜牛、马、羊、鸡、狗、猪，它们在古代农业社会里就是生活的基础啊，提供劳力、交通、吃的、看家护院、报时什么的，太重要了。而像鼠、虎、兔、蛇、猴这些野外的动物呢，也是古人生活环境里要么常见，要么必须得注意的对象。它们可能影响生存，比如鼠害、老虎的威胁，或者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动物在古人的世界里存在感都特别强。没错，它们要么特别有用，要么需要小心提防，要么就是天天能见到。总之都跟人的生活环境关系很紧密。而龙的加入呢，又提升了文化和精神层面的意义。龙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图腾，象征吉祥、力量，还有对风调雨顺的盼望，把它加进生肖里，就是一种自然崇拜和精神寄托的体现。我明白了，所以这个名单很可能是古人综合考虑了使用价值、环境关系，还有文化象征这些因素，是对他们认知世界里最重要的那些动物做了一个提炼和总结。传说故事和现实需求其实不矛盾，共同帮我们理解了它的起源。正是这样，理解了来源，我们就能更进一步去看看它背后藏着的那些更深的含义了。12生肖啊，它远远不只是用来记年份的，它里面其实沉淀了古人对生活、对人应该怎么样的一些思考。哦，这就有意思了。难道说每种动物还代表了一种活法，或者说是一种品质？可以这么说，古人把自己看重的一些品质或者智慧，就通过这些大家很熟悉的动物形象给传递下来了。比如老鼠，虽然传说里有点小聪明那个意思，但你换个角度看，它代表的是灵活性和生存智慧，对吧？提醒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随机应变、适应环境，可能比硬碰硬更重要。这个解读角度挺有启发的。那牛呢？勤勤恳恳排第2那个牛，那肯定象征着勤劳、坚韧，还有脚踏实地。这恰恰是我们传统文化里特别推崇的美德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牛的形象就是对这个价值观最直接的表达。再比如龙，它那种担当精神，在传说里救助百姓那个情节里就体现得特别好，鼓励人们要有责任感，要敢于面对挑战。还有狗，它的忠诚和守护，对应的就是人际关系里要真诚、守信，对家庭要有责任。这么听起来，12生肖好像一套浓缩的品格图谱。古人好像是在说，
一个理想的社会或者一个人需要有这些不同的特质组合起来。这个理解很到位。与其说是规定你是什么性格，不如说它展现了一种平衡的智慧。这12种动物象征的品质：鼠的机敏，牛的勤恳，虎的勇猛，兔的谨慎，龙的担当，蛇的智慧，马的热情，羊的温和，猴的灵活，鸡的守信，狗的忠诚，猪的随和。它们合在一起，就构成了一个很丰富、很多元的价值体系。这是一种寓教于乐、融入日常生活的文化传承方式。除了这些品质上的寓意，12生肖它12年一循环这个特点本身是不是也有什么说法？感觉它好像老在提醒我们时间过得快。这个循环是理解12生肖文化内涵的另一个关键点。12年一个轮回嘛，比如上一个猪年是2021年，下一个就是2031年。这种周期性跟中国古代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天人合一联系很紧密。天人合一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玄奥啊，它跟生肖循环怎么联系上的？其实不玄奥，古人相信就是宇宙自然的运行规律就是天，和我们人类社会个人生命就是人，是互相感应、互相影响的。你看，自然界有春夏秋冬四季更替，月亮有阴晴圆缺，这都是周期，对吧？对，同样，他们也认为人生社会发展也存在类似的节奏和周期。12生肖这个12年循环，就像一个刻度牌一样，特别具体的，让人们能感受到时间的节奏，还有生命的这种周期感。确实是，每次过本命年都会让人感觉，一轮又过去了。对，这种周期感带来的，首先是对时间过得真快的一种提醒，要珍惜现在。其次呢，它里面也有一种顺应自然的哲学，就像季节轮换一样，人生也有起有落，不用因为一时的顺利或者不顺就大喜大悲，重要的是把握好每个阶段的节奏，做好眼前的事儿。这是一种动态平衡的智慧。经过这么一聊，12生肖的形象确实立体多了，也深刻多了。那回答我们一开始问的，了解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说，到底有什么实实在在的用处，或者说好处呢？这确实很关键。文化如果不能对现在的生活有帮助，就容易失去活力。我觉得12生肖在现代生活里至少提供了3个层面的价值。愿闻其详，是哪3个层面呢？首先，最直接的，它现在仍然是一种很方便的纪念和社交工具。问你属什么的，在很多场合下，比直接问人家哪年出生的要自然得多，也更容易拉近距离，对吧？这点我感受特别明显，尤其是在需要快速判断个大概年龄段，或者想找个轻松点的话题打开局面的时候，聊生肖确实是个挺好的选择。要是发现俩人属相一样，还能马上感觉自己人。对，它自带一种亲和力。其次呢，12生肖还在持续地扮演着文化载体的角色，它给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，也带来吉祥的寓意。像过年的时候贴生肖窗花，买生肖的饰品、吉祥物什么的，还有本命年穿红戴红，或者带个生肖配饰求平安，这些习俗现在还很普遍。它让传统节日更有年味儿，也给个人生活加了点仪式感和情感寄托。对，还有语言里头好多成语俗语都带着生肖呢，像什么龙马精神、马到成功、胆小如鼠这些，它们丰富了我们的表达，也带着文化信息。正是这样，语言是文化的活化石嘛，生肖就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。然后第3个层面的价值，可能更需要我们自己主动去发掘，就是在不搞迷信的前提下，它可以作为一种自我参照和心态调试的工具。这个怎么理解？不是说反对那种生肖决定性格的宿命论吗？绝对反对宿命论，这点要明确。但这里说的是，我们可以把社会文化普遍赋予某个生肖的那种象征性的特质，拿来作为一种反思自己的参照点。这不是说你属什么就一定是什么性格，绝对不是，而是借用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文化符号来做点内省。能不能举个例子？比如，我属兔，兔子一般被认为比较谨慎、温和，我就可以对照想自己是不是在这方面做得挺好，或者有没有因为太谨慎了，反而错过了些机会。这个例子就非常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再比如，
属虎的人了解到虎象征勇猛，但也可能有点冲动，那就可以反思一下自己追求目标的时候够不够勇敢，同时也要注意是不是有时候太急躁了。这不是给自己贴标签，而是利用一个大家都很熟的文化框架，进行一种更轻松，或许也更有效的自我对话，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优点缺点，然后可以做一些积极的调整。我明白了，就是把它当成一面有文化背景的镜子，而不是一个能预测未来的水晶球。这个比喻很形象，所以总结一下看，12生肖能传到今天真不简单，因为它不光是一个记录时间的系统，它还是社交的润滑剂，是文化的载体，甚至还可以是一个帮我们认识自己、调整心态的工具。它用一种特别日常、特别温和的方式，把历史文化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连在了一起。它就像一个陪着我们长大的老朋友一样，在每个新年、每个生日，提醒我们时间在走，也用那些动物的形象，潜移默化地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勇敢、勤劳、智慧、忠诚的，古老的道理。这可能就是它能穿越几千年，到现在还这么有活力的秘密吧。说得真好。那么在我们了解了这12种动物它们各自象征的不同特质之后，也许可以留下一个问题，让你继续思考一下。在一个家庭里，或者一个团队，甚至一个更广的社会里面，这12种象征性的特质，像是灵活呀、勤恳呐、勇猛、谨慎、担当、智慧、热情、温和、机敏、守信、忠诚、随和。它们代表了不同的力量和看问题的角度。当这些不同的特质能够和谐地待在一起，互相补充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刚好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，能应对各种复杂挑战，实现整体更好的那种理想状态呢？这或许是12生肖给我们这个越来越多元化的时代，提供了一份关于和而不同的古老智慧吧。你总结得真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。如果大家有对12生肖的疑问，欢迎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。拜拜，我们下一期节目见。